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孙俪和赵丽颖同演妻子，爽剧和现实剧的差别立马就体现出来了。最近有两部现代题材的剧特别火，一是孙俪主演的《妻子的选择》，二是赵丽颖主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。先说明，这里只讨论剧情，不评价演员演技，两位女演员都很不错，不拉踩。电视剧《妻子的选择》是孙俪结婚多年再次复出主演的剧集，讲述的是女主方糖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，放弃自己的大好前途，成为家庭主妇。但她在婚后怀疑丈夫高家卫出轨，于是一步步探查真相，并直面残酷婚姻，最后获得重生的故事。用一个字来形容妻子的选择，那就是爽。女主角方糖怀疑丈夫出轨后，她没有着急质问，没有着急撒泼，而是先确定丈夫的出轨对象是谁。毕竟贸然发问容易打草惊蛇，还存在冤枉丈夫的可能性。从丈夫的好友，再到公司合伙人，最后到公司的实习生，方糖确定了第三者。她由一开始的愤怒到后面的同情，方糖对第三者马小欧的情感也在变化。第三者固然有错，但出轨事件的核心必然是男方。如果让犯了错的男人全身而退，不付出任何代价，这是不对的。于是方糖和第三者马小欧联手，先是查清了高家卫的财产情况，之后方糖又将高家卫的出轨丑闻曝光，让高家卫的公众行为一落千丈，还面临巨额赔款。在巨额赔款的压力下，律师建议高家卫将财产转移到妻子方糖名下，用来保住一切。就这样，家庭主妇方糖一步步设局，拿到了自己应有的钱财，让渣男高家卫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婚内出轨一直是这个社会的痛点，常见的剧情一般是女方歇斯底里，向男方讨要说法。但由于社会经验不足，女方不仅遭受丈夫的背叛，有些没良心的渣男甚至连财产都不愿意分给女方。最后女生成了婚姻中最狼狈、最可怜的受害者，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。而妻子的选择不仅发现了社会的痛点，还成功找到了大众的爽点。这一次，家庭主妇方糖不再是案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她成功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，让渣男成为了最狼狈的罪人。方糖的婚姻反击战看的人特别爽，虽然观众轻易模仿不来，但女主遇事时的理智和冷静值得学习。妻子的选择几乎不怎么上热搜，却凭借一段段浓缩剧情，成功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。这一次孙俪的复出非常成功。作为知名导演郑晓龙的又一力作，以及赵丽颖的转型之作《幸福到万家》，从开播前就在造势，开播后更是称霸热搜榜。但追了2集之后，不少观众纷纷弃剧，不是演员演得不好，也不是导得差，纯粹是剧情太气人。《幸福到万家》是一部现实主题题材的电视剧，它把故事、人性摊开到大众面前，具体感受观众各有说法。女主和幸福嫁到万家庄，婚礼上出现婚闹，妹妹遭到侵犯，和幸福想讨要说法，身边人却劝她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丈夫老实但没啥本事，和幸福便积极谋生路，种大棚有机菜，赚了一些钱。丈夫的研究生弟弟要在城里买房娶媳妇，和幸福夫妻俩拿出35万积蓄资助弟弟买房，妥妥的伏地魔。和幸福自从嫁给王庆来，就一直操持家务，还要兼顾赚钱，被大家夸贤惠又聪明，以至于和幸福怀孕了，还得挺着个大肚子给一家人做饭。可和幸福只要做的稍有不如意，就会被夫家埋怨念叨。之后和幸福夫妻俩的种菜事业凉凉，便进城打工谋生路。
王庆来嘴笨又没本事，找来找去都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而何幸福却白天做保洁，晚上摆摊，一个人打2份工赚钱。后续的剧情里，王庆来还会出轨，跟公司的女领导眉来眼去。剧中的气人情节数不胜数，简直让女观众的乳腺都隐隐作痛。一方面，这体现了《幸福到万家》对人性刻画的生动与细腻，但另一方面，这种剧情对观众来说十分不友好。现在的电视剧，观众不喜欢看隐忍、委屈，既然是大女主剧，那么何幸福就应该展现出不一样的魄力与胆识。但目前来看，何幸福的个性虽然是积极向上的，但仍有很强的时代与环境局限性，不可能做到观众期待的那么爽。如果看一部剧一直被剧情气到心情烦闷，那不如就弃了吧。看网上的评论，很多人都表示感觉剧情很气人，所以不敢点开看。幸福到万家不是某个角色气人，而是大部分配角都很糟心，从丈夫、公婆、小叔子、小姑子，再到村书记的儿子，感觉女主一路走来，身边都是反派。其实纵观近几年的爆款剧，离不开爽这个核心。比如都挺好，苏明玉的人生境遇很糟心吧，但是她活得爽，狠狠打脸了那些曾经苛待她的人。庆余年的本质就是男主坐拥一群超强辅助，一路升级打怪的故事。还有今年的《梦华录》，3位女性依靠自己的努力与智慧，在首都打拼，发家致富，看的观众怎一个爽字了得。就连经典名著《甄嬛传》最受欢迎的桥段，也是熹妃回宫后大杀四方。所以幸福到万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够爽。当然了，目前故事进程还未过半，何幸福能不能从憋屈的人生里出逃，过好自己的日子，还得等等看了。